Hello，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每天读经5分钟，我们继续来读六祖坛经的进度哈。剩下几个单元了，希望能够很顺利的把六祖坛经的行有品呢，先把它读完一遍。那我们上一期读到这个五祖弘忍在跟六祖慧能交代事情哈。其实五祖弘忍他是在半夜三更的时候传法给六祖慧能，大家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说，那六祖慧能也很顺利的大彻大悟悟本性了。那五祖弘忍也很开心找到了一个传承人，因为呢，自古以来顿教法门的心法呢，它所传的内容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学问它传承的是这个对于佛性、对于菩提自性的认识。那这个东西必须要超越我们的我相，超越法相，超越我们的对自我的认知，也超越了我们的情绪和思维。它必须要呢能够去体会到生命深层本来面目。所以说这个东西是非常隐微，不容易去，无法用了解的，思量极不中用，无法用了解的。然后呢，就像前面我们在读到慧能的诗句和神秀的诗句一样，这是要靠个人去领悟的，它也跟彼此的、跟每个人的根基有关。就像金刚经里有提到啊，能够相信、能够领悟的人呢，他不只是这一辈子修行的好，他其实是在累世呢，都已经在无量诸佛的身边已经有修行过，奠定了这样的根基所以说修行是，这个概念不只是贯穿了六道轮回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生命是，它就是累世的累劫呢，像佛陀啊、菩萨都是一样，累世累劫的不断的修行，才打下这样的基础。因此也可以说呢，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传承这个，比方说第5代祖师啊、第6代祖师啊，其实他们都是有使命的人，就像我们前面读到菩萨道乘愿而来一样，他们都不是，因为每个人，如果我们有这个机缘能够修行或是有这个机缘的承担某些使命或是说发现自己的某些愿力其实从这边来讲的话，都可以发现到说，它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说像突然中奖或什么的，就是都是有使命、有来历的那心法的话呢，都是这样子，在那个时期都是单传独授的，然后呢，都是呢自己有所领悟了，悟到之后是再经过师父的引导。佛为传本体，师命复本心因为在六道轮回当中呢，人们都被肉体和这个肉体，你看本体本心的话，我们就会想到一个代表就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然后呢，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所以说，真正的身体，真正的菩提本无树嘛，真正的生命的本来面目然后呢，再来就是明镜亦非台真正的心灵般若智慧的源头所以这2句话又是在呼应这个身心呼应到这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那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呢？这样的内容呢，生命真正的本来面目和智慧真正的源头呢，就是自古以来你们提到嘛，天人师佛嘛，天人师佛能够悟本性的就是天人师佛，丈夫天人师佛。那这样的传承自古以来呢，就是代代相传下来。从达摩祖师以前就在传了，那达摩祖师只是当时的时期呢，将心法就时运到了，就将心法从印度传到中国。
传到中国之后呢，慧可，二代祖师慧可，三代祖师生灿，四代祖师道信，五代祖师弘忍，第六代祖师慧能，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然后呢，五祖弘忍告诉六祖慧能说呢，到你这一代呢，衣钵是一个争端哈，因为呢，传到现代的话，大家已经，就像末法时期一样，大家是追求这个表象，因为心法是要真正领悟的人才能够去承接的。像即使五祖弘忍想要传给神秀，但神秀本身他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他还没有悟到自性的话，五祖也无法传给他。那五祖前面也有说啊，你如果能够入门的话，我就将第六代祖师的衣钵传给你们。但是神秀没有入门，那衣钵的话呢，没有入门的话，就变成说他抢衣钵咯，因为有用衣钵来证明嘛，即使他没有入门，但是用衣钵来证明。所以说，后面的人他对于这个心法没有办法领悟的情况之下，他就会去争夺衣钵。所以说，五祖弘忍告诉六祖慧能说呢，根据这个时运的话，衣钵传到你这一代就不再往下传了，这样子。否则的话，衣钵呢会造成你的生命危险哦。那接下来的话呢，传法已经结束了，五祖弘忍就告诉六祖慧能说呢，因为心法顿教法门、顿教的心法和衣钵现在都传承给六祖慧能，成为第六代祖师了。那五祖弘忍已经知道说，在人世面的话，会有很多人要去抢，所以呢，告诉六祖慧能说，你必须马上离开，否则的话，恐怕有人会危害到你的生命哦，这样子。那六祖慧能就问五祖说，那我到底该往何处去呢？那五祖弘忍就说了一首诗句，有点像我们说的锦囊一样，用锦囊来暗示你遇到事情的时候的决策。那他告诉他说，逢怀则止，遇会则藏。那我们在后面的内容，我们知道说，六祖慧能到了四会县的时候呢，就躲到猎人队里面，躲了15年，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先读到这边，接下来的内容我们明天再继续读。那我们就明天见了，拜拜。